大家好，别人家是人红是非多，到了王一博或者赵丽颖这里就要改两个字了，叫做人红谣言多。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黑粉的无底脑洞和地域思维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定义或者表述了。王一博这次冒险逆行重灾区的义举，在黑粉的眼里已经无足轻重了。有足轻重的是他有没有看手机，有没有穿衣服。您如果一路都特别关注赵丽颖、王一博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与别不同的气质以及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首先，这次河南特大洪灾发生之后，云飞姐姐赵丽颖不甘人后，迅速捐款了100万，结果部分媒体和黑粉的注意力就立马失焦了，曝光了赵丽颖在北京东四环购入的价值1个亿的豪宅，还特别描述说这栋别墅自带人工湖和私家花园，隐私性绝佳云云，慨叹赵丽颖的豪宅豪华如同城堡。跟着重点就来了，就是这100万的捐款太少的严重的质疑了。这种质疑的潜台词太明显不过了，就是明星捐款多少应该由这些黑粉说了算。且不说这种批判有没有道德绑架的成分，但扒黑料、挖黑坑、造黑谣的居心是绝对跑不了的了。云飞姐姐首当其冲，云匪弟弟自然也是无妄之灾。前面一大波受灾现场只为作秀的指责还没消停，后面一大波更加烧脑或者说无脑的阴谋论又在路上了。首先，细心的黑粉发现韩红在冲锋舟上玩手机，于是便大声指责他救援不认真，所以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应该收缴明星们的手机，让他们专心的工作。其次，懂行的黑粉发现王一博这次参加救援居然还带着名表，而且韩红也匪夷所思的带着块金表，明显是在向灾民们炫富。因此应该建议有关单位严禁这些明星穿着打扮和故意戴表。第三，找茬的黑粉高调指出，韩红和王一博所在的冲锋艇上都坐满了人，还怎么施救和转移那些被困的灾民呢？因此强烈建议两位大明星在救下灾民之后自己游泳回去。第四，作秀跟拍的现象依旧是很严重，有些摄影师一样的大叔居然站在水里面，手里面拎着伪装成拖鞋一样的摄影机，跟拍和抓拍这两位明星的一举一动，严重妨碍了原本就是资源紧张的救灾工作。跟着还有5、6、7、8、9等等，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如果您还想听这些黑粉的高谈阔论和无限脑洞，就不妨在评论区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想听或者说不听。如果想听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会录播一期黑粉搞怪言论集锦的大杂烩完整版，敬请您的留意。2020年10月27号，金句一姐韩红有感身边这个堪称左膀右臂的顶流红星王一博一路上的踏实肯干，特别发文感谢了这个不掉链子、不掉队、不图名也不图利的好孩子，一路上都完全无怨无悔、吃苦能干的王一博。他说，王一博，你真的让人爱，爱你是值得的。他当时的配图很有意思，是他饱含深情、噙着泪花、目送远方、庄严敬礼的一张照片。要知道，他曾经是一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副团长，他的敬礼绝对是有力度、有分量、高规格的。对于王一博而言，娱乐圈的大姐大韩红能说出这种话，并致以如此崇高的敬礼，规格之高，非常的罕见。所谓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可想而知，
当时王一博所带给慈善一姐的由衷的感动，已经直达内心，无法表述了。跟着没过多久，这个感情原本就很丰富、喜怒溢于言表的娱乐圈真性情著称的韩红，再次忍不住又说了一句高度浓缩的、更加震撼的，甚至还震动了整个娱乐圈的感言金句。他说：当流量配得上正能量的时候，真美好。在爱面前，一切是平等的。要知道，在电影《蜘蛛侠》里有一句类似的经典台词，就是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把这句话套用到韩红的语境当中，真的是毫无半点的违和感。也就是说，一个人流量有多大，他的责任就有多大，或者说一个人流量有多大，他的正能量就应该有多大。这话实在是说的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甚至比蜘蛛侠里面的台词还更富深意，更具现实的社会意义，也足以让吴亦凡之类的高流量却配上负能量的无耻顶流无所遁形，一辈子都汗颜去吧。众所周知，流量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而已。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进步，随着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我们需要流量，但我们更需要配得上这些流量的正能量。我个人希望当红的流量巨星当中，多一些像王一博这样的努力上进、埋头肯干的时代青年，去引领新时代的少年人都和他一样怀揣梦想，努力向前，拥抱责任，有所担当，善良谦逊，正直勇敢，这才是真正的流量明星，顶流表率。我愿王一博星途通畅，未来可期。在各种招摇中伤、黑心诽谤、无中生有席卷而来的时候，您愿意为王一博撑起一把小伞吗？如果愿意，不妨在评论区中一起来接龙这句寓意深刻、感人至深的韩红勉励王一博的金句，也就是当流量配得上正能量的时候，真美好。而对于这个年长王一博几乎1倍岁数的韩红而言，用流量和正能量这些词儿来评价这个已经饱经风雨和沧桑的矮小却又显得特别高大的韩红，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有太阳才能黑她的强大的女汉子了。她跟赵丽颖一样，放不下的是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饱受无良谩骂、黑粉攻击的王一博。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钟情他们身上百折不挠的斗志以及德艺双馨的宝贵，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间。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说过，王一博空降大锅，突然被批，注定是所有矛盾的总爆发。因为这回央视的用词非比寻常，整篇文章下来，就像换了个尖酸刻薄、心情糟糕的总编辑一样，一点商量的口气都没有，一点包容的气量都没有。这本身就说明了什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种唯我独尊、俯视苍生、一锤定音、无容置喙的至高优越感，让大量王一博的真爱粉丝气难平，跟着蜂拥到央视网下面怒对理论，甚至怒指央视网不是央视，没有所谓的舆论权威性。说到这，您或许也就明白，达到目的的人，暗自偷笑的人该是谁了吧？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能说，圈套往往都是为那些容易冲动、善吃瓜皮的人粗略设计的。可以说，这次拍板文盲首先坐不住的不是王一博本人，而是打着真爱旗号的热血粉丝们。据报道，王一博不少大粉为了维护自己的偶像，转而攻击央视网，声称王一博全程发言很得体。除了粉丝对王一博文盲风波最觉得闹心的，
当属娱乐教母杜华及其掌舵的乐华娱乐。要知道，今年1月19日，乐华娱乐正式登陆港交所，一举成为资本市场艺人管理第一股，股价却持续下跌，不到1个月，市值已经蒸发超10亿港元。这个糟心的春节正是需要发力提振之时，不料王一博的热血粉丝纷纷强势出头，热血补刀。现在王一博的黑粉甚至都无需集结，直接就会笑骂所有怒怼央视的粉丝是绝望的粉丝、文盲的粉丝。至于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央视网不是央视的这个天然梗。由于粉丝的大量转发和参与，现在王一博文盲风波的杀伤力弄不好，不仅会让杜华陷入绝望，也会反噬乐华娱乐。道理很简单，虽然乐华娱乐拥有艺人管理、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泛娱乐业务3大吸金渠道，旗下也拥有69名签约艺人和59名训练生，但作为当红艺人，王一博才是乐华娱乐的吸金王。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王一博收入分别占乐华娱乐同期总收入的16.8%。36.7%、49.5%。在2022年前3季度，乐华实现的7.53亿元营收中，王一博收入占比更是进一步上升到59%。看到这些数据，有王一博粉丝在社交网络上直接感叹说：“这哪里是乐华的太子，明明是乐华的爹。”只能说，王一博的成绩的确是实打实的成绩，只是惹事不怕事大的粉丝的口气，同样也是实打实的作死。当然了 ，ZY 我依旧对反串黑抱有看法和态度，说到底还是因为王一博确实能赚，但这也说明乐华娱乐对王一博的依赖越来越深，被外界冠以王一博依赖症属实不冤。过于依赖某一个艺人，自然会让公司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此，乐华娱乐也心知肚明，其在招股书风险因素部分坦言，公司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签约艺人的声誉，但公司无法保证签约艺人及训练生将不会卷入无法控制的不可预知事件，如失德行为或不遵守法律法规。该等事件可能造成对公司及签约艺人的负面报道及声誉损害，公司亦无法保证将能够及时发现或有效应对未来涉及签约艺人或训练生的负面报道。如今，王一博绝望的文盲风波，既是已经引爆的风险，已经扩散的负面，且仍在继续发酵。在媒体看来，文盲风波是将高度依赖王一博的乐华娱乐架在火上烤。更关键的是，在舆论发酵的过程中，网友对文盲演员的评判不只聚焦于文化储备不高、脑袋空空或无法理解所扮演的角色，还延伸至艺德层面。对当红艺人来说，没有文化托底、艺德不够或缺失，不仅关系着自身的声誉，也关系着所在公司的业务。从这个角度看，王一博文盲风波及背后的文化和艺德缺失问题，是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乐华营收乃至反噬乐华的。这显然是杜华及乐华娱乐最不愿意看到的。反正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对大量摩托粉丝毫无章法的反攻央视，人云亦云的质疑央视网不是央视，相当担心。毕竟团队家大业大，已经上了市的乐华依旧完全拿捏不到，拿捏不住粉丝们的情绪和导向，真的很烧脑。最近一部新剧《虫子》热搜宣传铺天盖地，对口海报有力走心。因为这部《虫子》毫不讳言，就是要打着花千骨 2.0 的头衔，强势捆绑登顶热搜。说虫子是花千骨 2.0， 其实是因为他们原作有着相似的世界观、剧情走向以及人物设定，都是修仙世界，都是师徒情，又都是女主前期卑微单恋师尊，后期黑化入魔。花千骨里有刁蛮的倪漫天，虫子里有任性的九公主。花千骨里有皇子孟玄朗，虫子就有世子秦柯，处处都透着花千骨的熟悉感。但是自认花千骨 2.0 没有用，因为赵丽颖的灵气和感觉在这部剧中找不出一丝半点。即便 ZY 我感觉女主其实很用心了，结果呢，依旧是登月碰瓷。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虫子，那90%观众会毫不客气地甩出一个烂字，剩下那一成嘴硬的是杨超越粉丝。实在难以想象，都2023年了，影视特效水平还能如此廉价感人，这塑料的青蛇特效还不如20年前的新白娘子传奇，这价值5毛的大招特效直接能被8年前的花千骨吊打。当年花千骨打开仙侠剧题材大门，8年后的
的虫子站在门口毫无长进不说，还差点反手关上大门。不光是剧集碰瓷花千骨，杨超越也开始致敬前辈，一度被吹成赵丽颖接班人。戏外，杨超越跟赵丽颖是同样的农村出身，一样的非科班演员起点，相像的圆脸萌妹。戏内他们都梳着相似的发髻，人设前期都是一致的机灵可爱。但这部《花千骨 2.0》观众不认，这个赵丽颖接班人，大家也一样难以接受。首先是颜值和灵气上的差距。8年前为什么赵丽颖能靠《花千骨》爆红？一是因为题材新颖，二是因为赵丽颖的长相灵气讨喜，符合角色设定，一颦一笑简直天选花千骨。而说着是靠脸出道的杨超越，却在电视镜头下暴露了真实颜值。她虽然也是圆脸，但面部折叠度不高，脸在镜头拉抻后就像摊开的一张饼，而且她的眼神没有灵气，只有硬凹的可爱，矫揉造作的表情管理让角色的可爱度为零，做作值拉满。当然了，ZENY我还是挺同情这姑娘的，毕竟她的苦出身，让她的成功历经了更多的千辛万苦，拼命程度跟赵丽颖不遑多让。ZENY我甚至可以看到不少赵丽颖当年不低头不服输的身影，这点非常宝贵。二来就是演技上的差距了，杨超越和赵丽颖都不是科班毕业的正统演员，但赵丽颖在演《花千骨》前跑了7年龙套，在大剧组历练，是一步步脚踏实地走上大女主位置的。不说当时赵丽颖在《花千骨》里的演技有多么精湛炸裂，至少是难得的自然舒适，不出戏。当初一个得工灵镜头，灵气逼人。而杨超越从2018年从创造营出道后，火速转战影视圈，没有演技培训，没有配角历练，上来就是多部女主戏傍身。杨超越的演技也数年如一日的没有长进，曾经一邓成名的演技，如今也带到了虫子里，甚至还进化成了一种浮夸的五官乱飞式演技。网友的吐槽也针针见血，他好像一直在用嘴巴演戏，这种过家家般演技，不太挑的都看不下去。现在官博下近8000条评论，多半在吐槽剧集，吐槽杨超越的演技，剩下一部分在感慨8年前的花千骨。比方说，当年花千骨大爆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年的花千骨有多爆，数据能说明一切。周边衍生产值破20亿，电视收视一度破3，成为芒果台年冠，被央视亲封为现象级大爆剧。主演赵丽颖也由此爆红，在花千骨播出期间，暴风吸粉3000万，一举跻身顶流大花。赵丽颖火了，一连火了8年，她在这些年里收获了名气、好作品，也意外收获了一群要顶替她接班人。杨超越只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参演了同类仙侠，就开始展望成为下一个赵丽颖了。之前ZENY我也经常提到，靠仙侠剧流离小伙的袁冰妍也走上了模仿赵丽颖的道路，一种赵丽颖 2.0 的既视感，简直整容模仿到了眉毛额头。从琉璃开始，她准备全面复刻赵丽颖的走红之路。不仅营销通稿宣传自己是赵丽颖同款甜美最佳接班人，日常营业也在有意模仿赵丽颖的穿搭风格和妆容。同款撞衫的次数，用一句巧合都难以掩盖她的野心。袁冰妍工作室似乎也在刻意的把袁冰妍精修照往赵丽颖的风格上去 P， 给人一种婉婉泪倾的感觉。有的照片打眼看去，大家甚至一时间分不清是袁冰妍还是赵丽颖。如果您好奇的话，ZENY我之前大量的图片和探讨简直不能再多。不过还没能学到精髓，袁冰妍就因为税务问题被暂停所有工作，隐形退圈。娱乐圈少了一位赵丽颖接班人，观众却松了口气。赵丽颖就像是新生小花的免费吸血包，谁出道谁新剧要上，都会捆绑着赵丽颖营销一波。另外ZENY我最近偶尔聊到的赵露思也开始尝试仙侠剧，路头一出便硬吹是赵丽颖接班人了。赵露思和赵丽颖的共同点其实也有，都是女星，都姓赵，都是圆脸，都是靠甜妹角色走红。资本也有意在把赵露思往赵丽颖方向上捧，各种 S 加大剧、高端资源都砸了过来。她也一度成为俄系小公主，可是赵丽颖有演技基础，也时刻在精进自身，不会像赵露思一样时刻展现韩式瞪眼演技。赵丽颖虽然学历也不高，但是在对待角色、钻研剧本上绝对用心，不会闹出记错角色所在背景的文盲笑话。反正ZENY我对眯眯眼笑眯眯的赵露思还是缺乏抵抗力的，
毕竟邻家小妹的傻笑总能让人想起慵懒撒娇的波斯猫。至于颜值基础和敬业程度，赵露思和赵丽颖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了。有时候看到素颜的赵露思，ZEN1我甚至感觉汕尾成衣工厂的夜间值班女工也就这姿色，不是脸圆就能成为下一个赵丽颖。事实证明，资本再怎么强捧硬捆绑，也复制不出第二个赵丽颖。赵丽颖出道17年，跑龙套7年，她一步步摸爬滚打，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一件事：圆脸也能当主角。赵丽颖的这份坚持确实打动了观众，从花千骨到知否，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她作为演员也交出了一张张优秀答卷。赵丽颖在八五花乃至整个娱乐圈都是独一份的风格。以前的她会被资本嫌弃，圆脸当不了主角，所以一连当了7年龙套，她却勇敢迈出脚步，在一条无前人借鉴的道路上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17年时间，她帮圆脸在内娱打出了一片天，而后来的小花们却只想着取代她。赵丽颖能靠圆脸走这么远，甚至改变一些行业偏见，这是她自身的努力和是观众的选择。如今虫子的翻车，杨超越的潮生，恰好说明了没有谁能成为第二个花千骨，资本也捧不出另一个赵丽颖，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花千骨。在央视网突然炮击娱乐圈文盲怪现象之际，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除了第一时间看穿了闹剧背后的因果，也意外看到了牙签同款的粉圈操作模式，这些陈年古老的思维套路居然还能沿用至今，实在让拒绝套路的 ZEN1我反反复复大跌了 N 次眼镜。比方说，王一博的若干大号热血粉丝竟然对准了央视网站开炮，指责其为盈利性网站，不具有官方权威性。这种不经大脑的作死行为，实实在在落入到了难度实在不高的文盲陷阱当中。要知道，央视网也就是3w.cctv.com 本来就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以视频为特色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是央视的融合传播平台，是拥有全牌照业务资质的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而央视的全称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名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简称 CCTV， 本身就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电视台，成立于1958年5月1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机构和思想文化阵地，具有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199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旗下的网络媒体央视网正式建立并是运行。可以说，无论央视还是央视网，无论旗下还是其上，全单位都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难道权威的后面加上了 .com 就不是权威了吗？警察的前面加上了网络就不是警察了吗？可以说，央视这次的文盲设局的的确确把部分粉丝的情绪、愤怒和文化扒了个干干净净。所以此时此刻，鬼聪明的王一博的个人平台背景已经换成一片的空白。您觉得这还需要先知先觉的 ZEN1我在解释什么吗？ ZEN1我只能说该说的 ZEN1我都在乌镇事件的第一时间铁口说过了。